身不孕？什么终身不孕？小布，苗瑞知不知道用这种邪术会造成女子终身不孕的后遗症？苗瑞这是第一次用西洋蛊，所以只知道会有后遗症，并不知道后遗症是什么。苗蕊定是不知道用这秘术会出现后遗症的，他这也是第一次离开苗疆，之前从来没有用过秘术。我不知道会出现后遗症，若是知道，我定不会用的。沈月娇看向淮南王方向，反正他只要一只蛊王而已，吵架的事情还是让别人来吧。苗疆王子昨日可是答应王爷，定会劝说圣女取蛇王内丹制出解药，如今圣女却做出这等事，王子打算怎么个解决章程？这件事确实是本王子疏忽，既然沈小姐说可以将蛊虫引出来，那便要劳烦沈小姐了，需要什么尽管说，我们会全力配合。王爷您说呢？那就劳烦沈小姐了。沈小姐若是帮苗疆王子收拾了这烂摊子，本王多给一份报酬；若是没将蛊虫引出来，后果还是应当你们承担。理应如此。哎，既然王爷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只能帮帮苗疆王子了。报酬嘛，也不用那许多，只需要给诊金就好。至于解毒的工具和药材，还请圣女给我们提供啦。理应如此。那不知沈小姐诊费是多少呢？本王子让人去取来。50两就可以啦。50两本王子身上带着，直接给沈小姐就是。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哼，希望等会儿听见我爆出来需要解毒的东西，你还能保持现在的心情。将蛊虫引出郡主体内，需要一只被驯养多年的蛊王，还有苗疆的水晶天南星。蛊虫引出之后，中蛊者的身体会变得很虚弱，所以需要年份在500年以上的人参、灵芝、冬虫夏草。沈月娇将需要的东西报了一遍，属实惊呆了苗直两人。人参、灵芝这些虽然名贵，但也不难寻，他们也不是出不起这点银钱。只是他身上带着的天南星，沈月娇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要太贪心了，觊觎我的蛊王也就罢了，如今竟然还想要我苗疆的神草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嘿，苗疆圣女可莫要乱说，本姑娘只要了50两的诊金，如今报的这些全都是给郡主用的，跟我无关。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还是假？本圣女从小学习蛊术，都没听说过这样的结果方法。那是你们应该付出的。苗疆王子怎的不说话？这是在打反悔的主意？淮南王误会了，苗蕊之所以反应这么激烈，也是有原因的。沈小姐精通蛊术，那定是知道水晶天南星是解情毒的药引。我们这次也只是带了1颗出来而已，所以沈小姐看一株水晶天南星能否给苗蕊和郡主同时解毒。苗疆王子莫要为难沈小姐，人家小姑娘是在帮你收拾烂摊子，你们如何能欺负人家？一株草怎么能解2个人的蛊？小布，苗直他们身上有什么好东西吗？小布检测出苗直身上有一块带有能量波动的玉佩，和空间里的能量能够融合，这或许是主人需要的。大人说笑了，本王子不是有意为难，实在是这水晶天南星珍贵，也恰好是圣女和郡主同样需要。若我给苗疆圣女解了这噬情蛊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沈小姐想要什么，只要我身上有的，绝不吝啬。如此最好。苗疆王子身上有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王子腰间戴的玉佩我甚是喜欢，不如就用这个做报酬。这块玉佩只能算得上成色不错而已，不过对他的意义却是不同的。这是阿母留给他的唯一念想了，拿它出来交换还真有些不舍。哥哥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的性命不比一块玉佩重要。大不了回苗疆之后，我将阿母留下来的玉如意送你。哥哥可别忘了巫师说过的话。那这玉佩便送给沈小姐。那我们便各自回去准备吧。
半个时辰之后，我便回来给郡主引蛊虫。圣女的蛊毒还需要一些药材，等会儿我将药方写下来给你们。还有一件事儿需要提醒圣女，噬情蛊和西洋蛊有个通病，那便是解毒之后的后遗症。是什么？虽说蛊毒解了之后便没有生命之忧，但留下的后遗症还是需要圣女自己扛，大概会在1个月左右发作一次，每次发作身上会奇痒无比。这后遗症也不是没办法解决，不过我不想替苗瑞解决罢了，一块玉佩只够他留条狗命。正常交易可以，让我多干活绝对不行，多干不了一点儿。没错，就是要给这些苗疆人一点教训才行。他们怎么配让小神女多干活？还得是沈小姐。那你便为本圣女解毒吧，还需要什么只管说，我让哥哥去准备。那我便将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写给你们，不过你们要先将蛊王和水晶天南星送过来，半个时辰之后，我先为郡主解毒。1张煎符，1张药玉，准备好了便可以开始解毒。苗蕊，将蛊王拿给沈小姐。蛊王，沈小姐用完之后记得还我。那恐怕不能如庶女所愿了，就算还你，也只能是蛊王的尸体了。不过我相信，为了解毒，牺牲一只蛊王而已，圣女不会不愿意吧？当然，本圣女没说不愿意。这次可要多谢沈小姐了，有什么需要本王做的，沈小姐直接开口就好。淮南王不必客气，郡主体内的蛊虫还没有长成，引出之后再多加调理，之后不会对身体有影响的。有沈小姐在，本王不担心。这是沈小姐要的水晶天南星，其他的补品哥哥已经差人去寻了，相信很快便会给沈小姐送过来。若是还有什么需要，沈小姐不必客气，跟我们说便是。好，若是有需要，我会跟圣女说。那这次我身上的蛊毒便有劳沈小姐了。圣女客气了，我拿了报酬的，给你解毒是分内之事。沈月娇解毒的时候，让所有人都离开了房间，只留下一个丫鬟帮忙，将蛊虫从李诗文体内引出，与给淮南王妃解蛊的时间用的同一种方法，只不过引蛊虫的东西从羊血变成了水晶天南星。已经做过一次了，再加上脑海里有过关于蛊术传承的记忆，所以一切都很顺利。甚至这次知道李诗文不会被痛醒，所以他都没有准备止痛药。蛊虫来到手腕处，沈月娇便将手中的水晶天南星换成了蛊王。苗疆圣女养成的蛊王果然厉害，竟然直接将快要长成的西洋蛊给吞了。哼，小东西还挺厉害的。可以去喊你家王爷进来了，再去准备1碗淡盐水，等郡主醒了就给他喝下去。这么快便结束了？蛊虫已经引出来了，人很快就会醒了，身体嘛肯定会比之前虚弱一些，不过只要用些补品，很快就会恢复的。那些补品王妃和郡主一起用，2个人都能将身体调理好。还没等李诗文醒来，沈月娇便提出了告辞，她得去媚雅一趟，也不知道昨天那一出媚雅有没有受到影响。媚雅的生意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只不过却看见了熟人，而且还是一下看见3个。和苏柳依对视一眼，沈月娇对他挑挑眉之后移开了视线。柳依，你看这个口纸的颜色可适合我。很适合夫人，夫人皮肤白皙，最适合这正红色。
高明雅见他这么说，似乎很开心，跟旁边的侍者说自己就要这个颜色，却不知道他转身的功夫，苏柳衣面上露出哀伤痛苦的神色，那个角度对着的正是周云京。沈月娇看得眼睛都直了，在心里直喊苏姐牛批呀！话说他自己上次给周云京下的药，他还没发现不对劲儿吗？难道他还没跟高明雅同过房？沈月娇心里很是好奇，那可是让猛男变秒男的药呀！若是周云京尝试过，也不至于这么淡定吧？还有心情左右逢源？沈月娇心中百思不得其解，忍不住在心里问问小布，周云京到底有没有中那个药啊？周云京中药了，不过他自己还没发现。这样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嘿呀，这不是我那回乡寻妻的爹吗？怎么在这儿左拥右抱呢？哎，你看看，这后院挺和谐呀。周大人真的是很有福气哦。娇娇怎么来脂粉店了？当然是来看看我家风流爹呀，看你是怎么勾三搭四啊。我看看又有哪个女人的真心为了你这条狗啊。哎，这位美女姐姐，我劝你啊，别跟这种渣渣有牵扯，他可是抛妻弃子的渣男。虽然这大小也是个京官，但是身边这个还是当朝丞相家的嫡次女，没有个8、9条命，可不能招惹这种丧良心的玩意儿。孽障，你给我闭嘴！高明雅眼神怀疑的在两人身上打转，他本就多疑。夫人莫要听这逆女乱说，我与柳姑娘也只是这2日才认识的而已。是的呢，刚认识几日就带人见周家族老啦，一看就是周大人真心对待的人。这放在心上的和不放在心上的人还就是不一样呢。某些人成亲了10多年才跟着一起回来祭祖呢。你带他见周氏族老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高姐姐，你误会了，周大哥见我见周氏族老也是碰巧。贱人！高姐姐，你太霸道了，难怪周大哥说不喜欢你的性子，你这样会让周大哥越发厌弃你的。苏柳依抬手捂着自己的脸，说着话还不断用委委屈屈的眼神看着周云京。高明雅快被他这副做派气疯了，这时候大脑飞速运转，直接抓住他话中的重点。你竟然在他面前说我坏话！不是，夫人你听我解释，你知道的，我心里有你，你不应该听别人乱说。嘿嘿，相信你什么？相信你的嘴啊！都带人见族老了，还能解释出来个花啊？下一步是不是要带回府上去啊？哎，幸好我娘没打算原谅你，不然还不知道以后要多出多少姐姐妹妹呢。啊，原来周大哥府中还有侍妾吗？可是你不是说想要休妻，再找到自己的真爱，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不是，苏姑娘莫要开玩笑了，本官何时说过这样的话？呀，本官都说出来了，这是要威胁谁呢？孽女，你给老子闭嘴！周云京气得脸色铁青，忍不住想掐死面前的亲闺女。高明雅比他还疯，已经忍不住想要厮打苏柳依了，只不过让对方闪了过去，甚至还一下躲到周云京的身后。周大哥救命，你快让夫人停下呀，我们并没有什么，那天你带我去茶楼，它只是个意外呀。高明雅以为两人去茶楼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去了，
根本没给周云京解释的机会，上去便是一顿撕扯，像是要将自己这些日子受到的怨气全部发泄出来。啊！你竟然带他去茶楼？谁知道你们在里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？高姐姐说话不要那么难听，我虽被卖进青楼多年，但我是清官人，不会做那些败坏自己名声的事情。你知道她是青楼女子？不是，夫人，我跟她认识这满打满算才2天，我怎么会知道她是青楼女子呢？若是知道，不管她是清官还是红官，我都不会和这种人交往的呀。周云京心里发虚，其实他是知道的，他基本知道苏柳依的全部过往，有一部分是苏柳依自己说的，更多的一部分是自己查的，但是他不能承认。他知道高明雅对青楼女子极其厌恶，甚至已经厌恶到了偏执的地步。周大哥，你怎么？既然你说不知道，那就是不知道吧。是我不该妄想，不应该一次一次相信男人的。毕竟我这样的女子，怎么会有人愿意娶我为妻呢？我不应该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才对。未见分手，怎么把你？他留下几句似是而非的话，根本不顾周云京接下来的处境会如何。夫人，他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你厌恶青楼女子，怎么可能跟他们接触啊？我只跟那女人说过几句话而已。呀，没说过几句话就叫你周大哥了呢？看起来周大人的妹妹不少呢。嘿呦，你瞧瞧，我这说的是什么话？都带人家见族老了，这是要入族谱啊！叫声高大哥而已，倒是我大惊小怪了呢。高明雅瞪了眼沈月娇，根本没搭理站在一旁的周云京，便直接离开了。夫人，周大人，刚才2位夫人手中拿的口汁还没付银子呢。多少银钱？一共10两银子。周云京二话不说，直接拿出银子扔给侍者，冷眼看向沈月娇。没规矩，没教养，看你现在哪有一点女儿家的样子？这就没规矩没教养了。那这样算什么呢？沈月娇只看了一眼，确定人没有被自己踢死，自己不用被扣功德，便放心了。沈月娇指了指墙角晕着的周云京，对侍者吩咐几句便离开了。小布，高明雅怎么今天表现有点不对劲儿啊？高明雅小时候因为贪玩误闯青楼，曾经被男人猥亵过，甚至还硬替他看了一段多人的活春宫。自那以后，他厌恶极了青楼女子和嫖客，甚至跟青楼扯上关系的一切都让他犯恶心。我操，这么劲爆的吗？哎呦，怪不得他刚才那脸色都那么难看了。哎，话说他这内心还是挺强大的呀。沈月娇也不多纠结，匆匆赶去周云京他们住的客栈，那边等会儿肯定会有好戏看的。那对夫妻能不能被他挑散，就看今天高明雅反应什么样了。客栈里，苏柳依看着眼前刚被送回来的周云京，满眼都是嫌弃。想到等会儿需要跟他躺在一张床上，顿时便感觉一阵恶心。不过为了完成沈月娇交代的任务，为了自己日后的自由，便只能忍着恶心做了。幸好不用真的发生什么，只需要在高明雅来捉奸前躺在一起就好了。周云京本就凌乱的衣服直接被全部扯了下来，散落在地上。苏柳依甚至还给自己喝了几口酒，将自己伪装成喝断片的样子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外面正好响起有节奏的敲门声。这是苏柳依之前便跟人约定好的。苏柳依将自己的头发揉搓几下，然后才躺在周云京旁边。
外面响起嘈杂的脚步声，苏柳依还能听见外面高明雅吩咐人直接踹门的声音。砰的一声，门直接被推开。高明雅一把将盖在两人身上的被子扯开，看着苏柳依身上只穿了层纱，脸色更难看了。高明雅直接将床上装睡的苏柳依扯下来。贱人，还敢勾引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，下贱坯子！管不住自己的男人，你怪得了谁？人老珠黄的老女人，难怪周大哥说看见你就想吐。高明雅快被气疯了，但是她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家夫人，怎么能撕扯得过青楼里身经百战的苏柳依？挨了打，只能转头去扯床上睡成死猪一样的男人。周云京，你给我起来！怎么这么吵？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别装了，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怎么了？周云京，解释！解释什么？苏姑娘怎么在我房间啊？她不是在那家脂粉铺子里吗？刚才被踹门声吵醒，根本就没有给她反应的机会，两个女人就打起来了。她没办法，只能继续装晕。哎呀，周大人真是好福气，这么快身边就多了位美娇娘呢。你给老子滚！周云京气急败坏，脑海中突然闪过沈月娇踢自己的画面，这才想起来自己是被沈月娇踢晕过去的。他目眦欲裂，已经气到了极点。是不是你这逆子做的好事？你竟然做出这等龌龊之事，我可是你爹！哼，你是谁爹？不要脸的东西，可不配有我这么如花似玉的闺女。哎，这是又要添一房姨娘了吧？你以后当爹的时间还多的是，不用跑这么远来乱攀亲戚。逆女，你莫要胡言乱语。苏姑娘，我家夫人误会了，还请苏姑娘解释解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他只顾着冲苏柳依使眼色，却没发现旁边高明雅的眼神越发失望。还怎么回事？你不会打算将错误都推到女人身上吧？还是不是个老爷们了？睡了人家就收进后院呗，反正你后院那么多姨娘，也不差这一个。哎，小姑娘别乱说话，周大人可是说了要娶我为妻的。沈月娇偷偷朝他竖着大拇指，苏柳依真的很认真的在完成任务，见缝插针的意图明显。夫人，我没有说过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人，萧雅你是知道我的呀。哼，我不知道，我从未了解过你。落英幻化成香，借一缕相思诉尽过往，同与你共赴一场，烽火燃尽惆怅，残雪飘落悲怆，谁把爱恨深藏，一梦凝成霜。情丝缠绕忧伤，研磨刀剑月光，悠悠琴声流淌，忆起你模样。哎呀，周大人还不快追啊，你夫人走了呢。哎，不过追不追也无所谓了，反正都是要休妻的，毕竟你要娶人家苏姑娘的嘛。周云京看门口看热闹的人都对自己指指点点，也不知道自己的人都被支去哪里了，怎么一个都不在。这件事越发让他怀疑是有人陷害自己。贱人，是谁指使你的？他的视线不由得落在苏柳依身上，抬手就要打人。哎，真不是男人，怪不得这么多年膝下无子呢。是你，对不对？是你想让我和高明雅离心，才有机会让你娘上位。没有镜子还没有尿嘛，多喝水撒泡尿，照照你自己吧。就你这样的，也配我娘上位？
鄙夷地看了眼周云京，沈月娇便直接拉着苏柳依离开。后面的情况还是让小布多关注吧，他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将周云京打死，到时候少不了扣他自己的功德点。这样就结束了，要不要我再去周夫人面前添把火？不需要。高明雅这次可不是一般的生气，你若是去闹事儿，恐怕不能全虚全影的回来了。那我的任务今日就算是完成了。对，这是你的卖身契，自己拿去吧。行，那我以后便是自由身了。那你下一步要去哪里啊？还是要去京城看看的。我想看看他见到我时会是怎么样的一副表情。我过一段时间也会去京城，可要跟我们一起？不了，我可是等不及要见那个负心汉了。数着年月，只为花开那一面，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，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，三千繁华只为你一人留恋。接下来的3天，他都在家研究苗瑞的蛊王，除了吃饭时间，他都没出过房门。果然，别人的就是不一样，他不能控制蛊王，没办法正常交流。看来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大用嘛，只能当小黑的陪练了。看来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大用嘛，只能当小黑的陪练了。小布，你看周云京和高明雅那边怎么样了？无会又重新和好了吧？主人，小布查到高明雅在那日捉奸之后，并将自己关在房间里。这么多风铃，第2日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便直接离开了。风铃能抓住回京城了，那他这次是不打算管周云京了？那周云京这几日在做什么？还是想抓住我？高明雅被伤透了心，想离开这里冷静冷静。周云京这几日都往段木林的府上跑，想让段木林帮忙劝劝沈娘亲跟他回京城。只是天道造的一场劝，怕不是为了让段木林对我娘施压吧？范月，哼，阿叔，他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主人放心，段木林没有答应，一直不怎么爱搭理周云京。沈月娇得到自己想知道的消息之后，便直接跟沈清打了个招呼，出门去了。他还得去看看李诗文恢复的怎么样了才行。这还没几日就要府试了，沈甜甜那边有什么动作吗？沈甜甜这段时间一直在哄太后，她已经是太后娘娘面前的红人了。她还在宫中遇到了男主，只不过两人的发展好似和剧情中不一样。哎，说说，怎么个不一样法？原剧情两人相识在宴会上，六皇子李红卓被沈甜甜的舞技吸引了，所以便时刻关注着她，而后一点点爱上她。但是真实的世界并没有。如今两人相识在御花园，而且六皇子还看见沈甜甜假装摔跤倒在二皇子怀里，所以对她生出厌恶，并没有一开始的被吸引。沈甜甜如今只顾得上讨好太后，哪有时间学习什么武技？也就是说，她现在的目标换成了二皇子。她目标还挺广泛的，已经在宫中偶遇了太子、二皇子和五皇子，如今目光主要在二皇子和五皇子身上周旋。可以了，剧情已经崩得差不多了吧？也就是说，他现在已经没空在我二哥的府事上动手脚了。沈月娇溜溜达达到了端木林府上，正好看见周云京从里面出来，他微微挑眉，嘴也开始不闲着。嘿呀，周大人这就走了？这是来知府大人府上进货来了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莫要不知轻重上门打扰。那我走。周云京的脸上露出孺子可教的笑容。沈小姐留步，这2日淮南王和王妃一直盼着见到沈小姐，你若是就此离开，恐怕2位就直接找到您家里了。
哦，这样吗？那我就进去看看淮南王妃。哼，周大人还是觉得我在打扰吗？或者你觉得我来找端木大人是打扰，见淮南王不是啊？沈小姐说笑了，我们大人还给您准备了糕点，您来知府府，我们大人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周云京错愕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不知道沈月娇是怎么攀上淮南王和永安王世子的。想到他之前在京城的时候，怎么说也是丞相府的外孙女，见过端木灵也正常。娇娇，你如今已经不是沈尚书的女儿了，不能仗着丞相府的外孙女的身份出来结交朋友。能不能搞明白情况再说话？我需要打着别人的身份出来结交朋友？他现在非常不想和沈甜甜一家扯上关系，一点关系都不想有。周云清见他一脸不想多说的样子，自以为是自己说到他痛处了，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说教。娇娇，既然你已经被送回村里了，就要和沈尚儒家划清界限才行，不要给人家添麻烦。切，周大人还真是给爷整笑了。你这是以什么身份来教育我？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张老脸，看看自己配不配。沈月娇不屑地看着眼前只会说教的男人，越发觉得自家外公是不是眼神不好，怎么选来选去给他娘亲选了这么个傻雕。你这孽障，我是你爹，我这是在教你做人，省得以后出去惹祸丢我的脸。既然这样，你跟沈尚书不都是高丞相的女婿？那我打着你的面子结交淮南王就好了。就是不知道我提你的名字有没有用呢？你谁教你的如此虚荣？怎么了这是？周大人怎么如此激动？看看这脸红的都快赶上猴屁股了。不是你自己刚才教我的吗？怎么自己说的话转头就忘了？你这是属鱼的吗？记性这么差。旁边的林一忍不住笑出声，这沈小姐也太逗了吧。哎，林一，你可别笑了，没看见周大人都要恼羞成怒了吗？抱歉周大人，我这一时没有忍住啊。沈小姐要去看看郡主吗？这几天郡主总嚷嚷着要出去见见自己的救命恩人呢。走吧，今日过来就是为了郡主。救命恩人？什么救命恩人？这位大人请留步。你在喊我？没错，我是苗疆圣女。沈小姐来了，郡主已经醒了，您快请进。这几天郡主可以好好休息，有哪里不舒服的吗？没什么不舒服，若是能让本郡主出门，那就更舒服了。民女沈月娇见过郡主。不必多礼，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，快来这边坐，正好和我说说话。李诗文性子直爽，是个话痨，沈月娇还蛮喜欢他这个性子的。两人聊了一会儿便也熟悉了。沈月娇给他搭脉，发现这人恢复能力还不错，可以下床走动走动，但是要出门去玩，还是需要过几日才行。我觉得我现在很好，出去打猎都没问题。娇娇，你再仔细整整。郡主这是不相信我的医术？哎，不是，我就是感觉我现在浑身都是力气，都能把娇娇举起来，出门肯定没问题吧？不信你试试。郡主要遵医嘱，照着这几日的养法，大概再有7日就能出门了。你这丫头又开始胡闹了，这都多大的人了，还不如人家沈小神医稳重。见过王爷王妃。啊，沈小神医不必多礼。众人便又是一阵寒暄，淮南王妃一口一个小神医的叫着，喊得沈月娇尴尬症都要犯了。王妃不必如此客气，您跟郡主一样喊我娇娇就好。
好，那我便喊你娇娇。淮南王妃很喜欢沈月娇，毕竟这丫头可是救了她和自家女儿的命呢。昨日还和自家夫君商量，想要将她收作义女，以后若是有人欺负她，也好为她撑腰。不过淮南王却说这件事日后再议，说什么沈月娇身份不一般，认干亲不能随意。淮南王妃虽然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不过也没有继续提这件事。就算不认成义女，那对这孩子多照顾一些也是没什么的。王爷，苗疆王子求见。应该是来找我解蛊的吧？让他去前厅等着吧，本王等会便去。夫人和文儿先在这说会话，沈丫头恐怕得跟我过去了。哼，让他等着就是了，我跟娇娇还没说完话呢。唉，行了，这点小为难，不痛不痒的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。郡主等会儿也要泡药浴的吧？不如让人先去准备。苗疆圣女解毒也有药浴要泡，等会儿一起泡药浴，让你看看苗瑞痛苦到面容扭曲的样子，嘿嘿，给你报仇啊！我让人去准备，到时候中间放个屏风，你们互不打扰。夫人不是一直担心文儿的身体吗？不如也一起去吧。我泡药浴为什么要跟那种人在一起？怪恶心的。既然时间差不多了，文儿便一起吧，省得你自己泡药浴的时候无聊。沈月娇见自家新上任的闺蜜看起来还是不太愿意的样子，便开口道：解释情苦的药浴泡着非常痛苦，郡主不如就去看看解闷儿。啊，真的吗？有多痛苦啊？哎，那我可得去看看。爹，你不用让人弄什么屏风，怪麻烦的，都是女子，怕什么？王爷，沈小姐，本王子已经将一切准备就绪了，不知何时可以为苗蕊解毒。我需要给圣女诊脉，若是没什么特殊情况，今日便可以开始解毒了。好，那我让人叫苗蕊过来。可以。不必差人去喊，本圣女自己来了。本圣女听说沈小姐过来，便主动找来了。看见她的瞬间，苗直才算松了口气。他如今要求也不高，就盼着苗瑞的毒能解掉，他们苗疆圣女能够好好活着，至少也要等她封王才行。圣女看起来状态不错啊，想来这几日补药没少用吧？这还要多亏了沈小姐的药方。沈小姐放心，等解毒之后，本圣女自会重谢。圣女需要做一次药浴，将体内的噬情蛊杀死。药浴的时候，我需要在旁施针。圣女的身体会有些疼痛，到时还请忍耐一下，万万不能半途而废啊！沈小姐放心，一点痛而已，我忍得了。沈月娇直接去了李诗文这几只药浴的房间。淮南王安排的人很快，此时里面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。李诗文是个待不住的性子，已经坐在一旁指挥下人将自己那边的浴桶收拾妥当了。沈月娇嘴角含笑戏谑：郡主这准备的很充分啊！哎，娇娇你来了，哎，快看我准备的怎么样，到时候就说我们药浴的时间恰好撞到一起了。你放心，那苗疆圣女再如何刁蛮，在我面前也得给我猫着。不错不错，到时候若是那苗疆圣女实在痛得受不了了，郡主还可以安慰几句。娇娇放心，虽然那女人给我下毒，但我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不会跟她计较，到时候肯定会好好安慰那圣女。2刻钟后，苗瑞准时过来找沈月娇，看见房间里多出来的人，还是有些惊讶。沈小姐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郡主也在？怎么了？圣女还嫌弃我的浴室呢？那就自己找地方解毒去，省得脏了我的地方。本圣女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疑惑郡主为什么在这里。
这个时间正是本郡主的药浴时间，本郡主当然得在这里，不然你以为本郡主愿意看见你啊？郡主只需要药浴，并不需要我做什么治疗，圣女莫要多想了。圣女现在就可以除去自己的衣物，坐进浴桶里去泡着了。他的药浴在屏风后面。是啊，郡主知道圣女也要这个时候解毒，还故意让人搬了屏风来，省得你们二人坦诚相见会尴尬。什么他妈的坦诚相见，就他一个人坦诚呢？苗瑞感觉自己快要被气死了，脑子都要短路了。圣女这是怎么了？可不能生气啊，正是解毒的关键时期，刺激到体内的噬情蛊可就不好啦。波气，等解毒之后再跟他们算账。反正沈月娇的亲爹会帮自己出气的。我要给圣女针灸了，若是圣女感觉疼痛，记得忍一下。苗瑞被沈月娇提醒之后，便开始仔细感受着身体的变化。几次提起的疼痛并没有传来，他倒是感觉到身体各处传来的阵阵痒意。哼，沈小姐有所不知，我们苗疆女子并不像大越女子那般娇弱，一点疼痛都承受不住。那就最好了。郡主药浴的时候也会痛吗？不会忍不住叫出来，吵到沈小姐给本圣女治疗吧？本郡主惯不会装模作样，若是疼了自然会叫出来。毕竟本郡主是千金贵体，不是那种皮糙肉厚感觉不到疼痛的人。本圣女是懂礼之人，不会因为自己的事情影响到别人。哎呀，圣女放心，本郡主也不会影响到你。毕竟我家娇娇给我配的药浴怎么泡都不会疼呢。只希望圣女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呢。哎呀，圣女大人这是怎么了？感觉到痛了？并没有。那还是本郡主听错了呢。哎，刚才圣女可是说了的，不会因为自己的不适而影响到其他人。当然。开始了。圣女大人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叫上了？中蛊这么疼呢？你给别人下蛊的时候没想过吧？圣女的情绪起伏不要太大，小心刺激到体内的蛊虫。在同一空间的沈月娇和李诗文更是感觉备受煎熬。刚开始听着，李诗文还感觉很开心很痛快，但是这叫声一直持续不停，让人难以忍受。现在他连开口嘲讽的心情都没有了。终于在煎熬了大概半个时辰之后，疼痛慢慢缓解，苗瑞终于安静下来。哎呀，我的耳朵啊，脑袋嗡嗡作响。哎呀，圣女大人，你们苗疆不止练蛊还练嗓门吧？圣女休息好便可以起身了。你体内的蛊虫已经死了，但是还有残留的毒性在体内。我刚才给你的药方，让人煎服7日，便能够全部恢复了。啊，记得每月会出现的后遗症，我建议圣女提前做准备。真的没有办法吗？没有，我之前提醒过圣女的。走吧，娇娇，去我那儿坐会儿再离开啊。王妃怎么没跟你一起啊？我娘说人多了太过张扬，让人看出他们故意看笑话就不好了。哎，苗疆人而已，笑话看了就看了，反正那2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嘿，娇娇说的没错，只是苗疆人而已，不足为惧。郡主回去好好休息，我就先走啦，明日再来找郡主说话。苗瑞在被自己的侍女扶回房间之后，缓了半天才恢复正常。他自己都能感觉出这次解蛊毒的过程
对自己的身体损伤很大。感觉怎么样？可还能感觉到体内的蛊虫？苗枝，你什么意思？就这么任凭那些人欺负我？你不要忘记，我可是唯一的圣女，难道你王子的身份不想要了不成？这是怎么了？沈小姐不是给你解毒了，哪里来的这么大脾气啊？她是给我解毒了，但是那贱人竟敢羞辱我，我要让她好看。这位沈小姐是个厉害人物，你不要再去招惹她。等你毒解了，我们便要去大月京城赴宴。怂货，一个女人而已，能有什么厉害？沈月娇这几日还会抽时间去找李世文说会儿话。经过这几日的调理，她终于能出门了。和她差不多时间解毒的苗瑞体内的毒性也已经全部清除了。据说明天要离开了，不过这都不会引起沈月娇的注意力。她最近都在忙媚雅的事情，根本没有时间关注其他。二哥，别紧张，相信你是最棒的。好，二哥一定不会让娇娇失望的。外公、娘、大哥大嫂、阿阔、娇娇，回家等我吧。二哥，快进去，娇娇说了要看着你进考场的。沈括呲着一口大白牙，对自家二哥挥手，其他人也纷纷安慰几句，一直到沈烨进了考场，众人才离开。强强，能不能聊聊？我说几句话便离开，之后不会再来打扰。我跟周大人没什么好聊的。沈清微微蹙眉，打开门就要进去，不想理会装模作样的人。等等，我想跟你聊聊娇娇的事情。这孩子在京城这些年受了不少苦。你想做什么？我没想做什么，我只是想跟你聊聊娇娇在京城的时候的生活。你难道不想知道她养父母对她如何吗？他这话倒是让沈清关门的手犹豫了一下，周云金趁机将门推开，自己则是直接进去了。沈清一个弱女子，自然没有抵抗住他的力气，被他得逞，趁机进了院子。直接在这里说吧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可知道娇娇在京城中的日子过得并不好，她因为是女儿身，所以在尚书府并不受重视，甚至沈尚书还想用她的婚姻给自己儿子换前程。幸好娇娇还未及聘，才算逃过一劫，否则她便会直接被送给人做妾室了。我之所以想要接你们回京，也是想要补偿你们。最重要的是，娇娇她在尚书府的时候受的委屈太多了，我想让那孩子之后过得幸福一些。沈清心中酸涩，他知道娇娇的养父母对他并不是十分疼爱，却不知道那孩子竟然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不过跟周云京回京可不是个让女儿幸福的好办法，那不就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穴了吗？而他只陷入自己的思绪中，并没有注意到不远处站着的周云京手上突然出现一个黑色小虫子。青青，跟我回京吧，我们一家人好好生活。你做什么？只是他的动作还是慢了些，并没有发现一只黑色的小东西直接没入了他的脖颈。周云金嘴角挂上一抹得逞的笑。青青，你不想跟我走吗？给我滚出去！滚！你可别后悔。周云金眼底都是阴狠，直接甩袖离开。既然计划已经得逞了，他自然没有留下的必要了。
3日后，府试榜单贴出来，沈烨稳居暗首。沈家人一起来到魔考局庆祝。沈清说自己困了，提前离场。沈月娇给他诊脉，确定身体没事，才让暗流将他和沈良一起送回去。只剩下沈月娇兄妹，几乎边吃边聊到半夜，依然很精神。主任，空间里的泉水可以升级成初级灵泉了。好。升级期间，主人会跟小布失联，不过空间里的一切，除空间能量之外，都可以正常使用。好。为什么？灵泉升级是需要小布炼化污垢，所以小布的感知会暂时被屏蔽掉。主人要现在升级吗？好。沈月娇只顾着点头，实际上脑袋根本没有理解小布这句话的意思。若是清醒的时候，他定不会让小布现在去升级，毕竟灵泉现在还用不上。但是小布可以提醒自己潜在的危险呢。升级需要7天时间，主人再见。小布进入休眠状态，沈月娇直接昏睡在桌子上。娇娇，娇娇怎么了？是睡着了。这丫头真是……那便回吧，今日确实有些晚了。可不是有些晚了，再喝下去呀，天都要亮了。大嫂，你这酒量这么好啊？你大嫂啊，千杯不醉。沈家的小宅子里一片安静，一大早最先醒过来的是暗柳，他只感觉有些头疼，而且今天家里异常安静。不过他只以为其他人还在休息，毕竟昨天回来的太晚了，所以便没有打扰，只按照沈月娇交代下来的任务去给一莲他们帮忙去了。沈月娇再次醒来，是被一阵哐哐哐的敲门声吵醒的。什么情况？是谁啊？三哥，这一大早的你做什么？阿库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沈阔也来不及回答什么问题，拉着沈琛匆匆地往沈良的卧室走。什么情况？我外公出事了。外公，您怎么了？娇娇，快来看，外公这是怎么了？沈月娇赶紧上前去给自家外公把脉，只是渐渐蹙起的眉头显示了事情的严重性。蒙汗药？怎么会这样？外公昨晚回来之后又吃了什么东西吗？沈烨听到外公竟然中了蒙汗药，也是一阵心慌，随即又想起今天闹这么大动静，好像都没能把娘给吵醒。沈烨顿时感觉不对劲儿，赶紧跑向沈清的房间。娘，您在屋里吗？敲了半天，果然没人开门，屋内一片静悄悄的，沈烨只能将屋门踹开。怎么娘没在房间？暗柳在吗？我去看看。暗柳也不在家。先去听听外公怎么说。昨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沈月娇刚想在心中呼叫小布，脑海中才闪过昨日他醉酒后的记忆片段。现在小布联系不上，没办法帮他提供娘亲的消息。众人回到沈良的房间，便见床上半躺着的老人已经重新闭上了眼睛。外公，三哥别动，让我先看看。几人又是一阵心惊胆战。大概需要过1个时辰，外公才能醒过来。今早发生了什么事？阿阔，你是怎么发现外公晕过去的？我起来方便，就听见外公房中传来声音，见外公靠在床上，我还以为这是病了，这一心急便去喊了大哥。太
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难道是有人进了他家不成？是什么样的高手，竟然没有闹出一点动静，还能将暗柳带走？要知道，暗柳的身手根本不在他们之下。看起来没有打斗的痕迹，而且外公的蒙汗药应该是昨晚下的。沈月娇面色有些凝重，他娘应该是昨晚就被带走了的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沈月娇兄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找人。沈烨眼神阴沉，最先想到的是还留在青州的周云京。我们先去周云京所在的客栈看看，娇娇和大嫂留下照看外公。周云京已经快马加鞭一晚上了，从昨晚戌时便开始集合自己人，亥时开始出发，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歇过。自从那日给沈清下蛊之后，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激活傀儡蛊。不过那苗疆圣女告诉他，沈月娇精通蛊术，让他使用傀儡蛊的时候小心一些。他虽然不怎么相信沈月娇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会懂得苗疆蛊术，不过以防万一，还是小心为上。一直到昨日，沈家人都去了魔考居，终于找到沈清落单的机会，他才激活了傀儡蛊，让沈清听话的给沈良和家里的那个丫鬟下了药。只要让他有机会带着沈清离开，到京城之后皇上赐婚，沈清成为自己后宅的女人，那之后沈月娇再发现什么都无所谓了。那几个儿女就算是为了他们娘，也一定会跟着自己回去的。别动，可是累了，我们到前面找地方休息。我有些累了。沈琛几人去客栈问过小二才知道，原来周云京一行人昨晚便离开了。我和阿阔去追，现在时间还早，定能追上他们。我们并不知道他走哪条路，贸然追过去恐怕会浪费时间。那我便和大哥分开去追，快马加鞭，总能追上他们的。先回去再做打算，正好我们要去京城，那不如就早出发几日。大哥，你和阿阔先回家，我去找当门大人去借雨图。沈烨将鱼图拿回来的时候，沈良也已经醒了。他回忆起昨晚，只记得回来之后，沈清给他们煮了解酒汤，他和暗柳都喝了。不对，这件事本来就透着不对劲儿。娘明明说是自己不舒服才回来的，怎么到家之后还能有力气煮醒酒汤？更何况暗柳和外公都没有喝多少酒，根本就不需要醒酒汤才对。会不会有人趁着娘没注意，在醒酒汤里下了药啊？或者问题并没有出现在醒酒汤上面？沈月娇这么想着，便往厨房走去。沈琛和沈烨对视一眼，自知帮不上忙，也就没有跟出去。沈烨将刚借来的鱼图放在桌上打开，抬手点了点鱼图上京城和青州府的位置。青州府到京城的路不少，甚至周云京还有可能会选择走水路，但是不论走哪条路，最终都会到这里。这条距离京城不远的管道是必经路，那我们只需要找一条近的路，提前到这里等着他们。没错，周云京为了得到皇上的信任，定会将娘亲带到京城，更何况还有暗柳一起，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娘亲的安全问题。大哥，我先出去一趟，你们先照看好外公。哦，对了，那醒酒汤里确实是有蒙汗药的。娇娇，我跟你一起。娇娇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去找暗柳，他应该没有跟娘一起走，若是他跟娘在一起，一定会给我们留信的。什么？暗柳没有跟娘在一起啊？还不确定，我们得去看看。昨日我让暗柳来给一莲帮忙的，我们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沈月娇越想越生气，气自己竟然没有将周云京斩草除根，即便不能杀，打残了也是好的，怎么说也好过总在自己面前蹦跶。
大哥、二哥一起，其他计划不变。好，那就这样，交快去准备，我们1个时辰之后便出发。